苦楚之战第9章，日降喜忧来。第5集，保惠的堂兄宝谦是文化基督教徒，不信耶稣复活和再来，更信杜威实用主义。宝谦从报纸上看到希特勒为德国奋斗20年的结果。战前4个德国人住的空间，战后需住10人。日本平民不知天皇在美国造收音机前以何等心情听自己读终战诏书。宝谦从报纸上看到希特勒为德国奋斗20年的结果，使德国首都柏林并重要工业城市政治、经济、实业架构近乎瘫痪。战前4个德国人住的空间，战后需住10人。从前不住人的杂物间也被难民塞满。欧战结束，还活着的20多岁的德国男青年只有40%健康人。本应健康活着的同龄德国人，不是死亡或失踪，就是被战争变成失去劳动力的重度残疾人。日耳曼民族生存空间不仅没有扩大，反而失去。德国人已居住上千年的东欧家园不复存在。德国人的尊严，尤其德国女人的尊严，没有被提升，还被苏联红军践踏蹂躏。看到德国落到如此地步，与他留学时的情形截然不同，宝谦唏嘘不已。3天后，严保惠和哥哥严保光、姐姐严保莲同他们的家眷在童贯义参加叔叔严振海的追思葬礼。保惠对堂兄宝谦说：“叔叔歇了地上的劳苦，回乐园安息，再也不必逃难了。将来我们都在天家团聚。但愿如此，可我还是无法理解死人能复活升天。”宝谦说。宝惠知道这位堂兄只是一个文化基督教徒，他虽自幼随父母去教会读圣经上主日学，但他长大以后我行我素，不去教会。婚后为了陪德国妻子，他只是去教会做礼拜，在家不读圣经也不祷告。他受新神学影响，只是选择性接受圣经智慧书里的经文和祝福语。他虽然推崇基督信仰的行善与爱心，却只是把耶稣基督当作先知，否认耶稣的神性，既不相信耶稣复活，也不相信耶稣再来。他从心里更信杜威和实用主义，故此保惠很少与他谈信仰。德国战败3个月后，正在华北发动夏季攻势的日军，忽然听到天皇8月15日亲口宣读的
终战诏书，不得不向中国军队投降。也有不少日军军官想不通而剖腹。日本平民对天皇宣读的终战诏书理解的不清不楚，他们从天皇的弦外之音并未听出日本因在侵略战争中战败而不得不投降，只觉得祖国日本被美军轰炸机和原子弹狂轰滥炸的无奈与悲哀，而天皇是为了怜悯众生而做出道义崇高的选择，以终战换和平。平民无从得知天皇在美国造收音机前是以何等心情听自己宣读终战诏书。石原莞尔就是那位14年前心怀为天皇扩大领地的梦想而发起918事变的年轻军官，看到日本走向深渊，天皇在盟军最高司令部要求下，在战败的次年元旦发出人间宣言，从此走下神坛。天皇宣读停战诏书的消息传到中国，陪都街头由中国人、美国人、盟军驻陪都记者、军人组成的狂欢队伍塞满重庆街区。举国的人都在享受从战争中得解脱的自由，顾不上去想日本国民境况怎样。那2颗原子弹在广岛长崎落地后，除了伤亡的30多万，表面无伤的人还能健康活多久？原子弹远期危害有多大？也不知道从第2次淞沪抗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的4年多里，日军在中国战区死亡人数不足20万，而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日本投降的3年多中，日军在太平洋岛屿丢下155万具尸体。从第2次淞沪抗战到日本投降，中国军人殉国400万，包括驾机冲入日军阵地的徐永道，死于日军之手的陈本夫。此外，300万中国军人受伤致残，包括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去双臂的程铁心。中国平民伤亡、死亡1800万，包括严宝金的母亲和妻子，不包括严宝慧的父母严牧师和严师母，他们死于第1次淞沪抗战的日军炮火。大约7000万人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伤亡或失踪，中国人几乎占去1半。冰冷数字背后是曾经活在地上的人，他们是一个一个被一个一个活人的母亲生出来的。日本投降了，抗战结束了，中国人将面临战争还是和平是个问题。日本投降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较量中有什么影响？国共重庆谈判能否带给中国和平？此刻欢乐的人顾不上去想，也难以想象。战争
使中国的美丽河山变成屠人场，田地变成坟场，居民变成难民，富人变成穷人，活人成死人。中国也有发战争财的人，那财来自别人的血。从9·18事变到日本投降，14年间，日军在中国种下的灾难，一个接一个都在日本本土收到他们种下的果实，得到了他们的收获。日本平民约有30到90万人在盟军的轰炸中死去，130万伤残。日本投降前1年，盟军开始战略性轰炸日本近100座城，初步完成现代化的城区有4城被炸毁，名古屋的9城，东京的6城，大阪的6城，在轰炸中化为废墟。日本国民的末日感在投降前大半年已经降临。日本陆军部军官手把手教日本平民、妇孺、老人如何使用竹枪刺入敌人的胸膛，如何用菜刀、柴刀、镰刀、斧头等家里有的利器出其不意杀死登陆的美军，让日本人为天皇玉碎。在血战近100日、投降前1个月才结束的冲绳战役中，日军用对付盟军俘虏的残忍手段，恐吓冲绳岛民，促使他们自枪。日军吓唬岛民说，若美军俘获，则先折磨后被杀死，以迫使数万冲绳岛民自杀。冲绳决战，美日都投入最大战争资源。美军冲绳岛伤亡居太平洋战争之首，打破美军军事史激战时间最长、最血腥、最残酷的记录。82天里，英军死亡82人，美军死亡14000，包括巴克纳中将，受伤6万多，日本军人死亡10万，冲绳岛民死亡10万左右。冲绳阵亡的盟军和日军将士，都有等待战争结束、翘首盼望他们回家的母亲、妻子、孩子。阵亡军人的母亲、妻子、孩子无法想象自己的儿子、丈夫、父亲残破的身体如同垃圾一般，在冲绳岛泥泞的雨水中浸泡，堆积成山，发出呛人的腐臭味。他们的肉被老鼠、野狗啃咬，他们的眼睛、鼻孔、口腔、耳朵爬满蛆虫，他们已没有人形，至于白骨累累。他们的灵魂，有的在乐园，有的在阴间，取决于他们生前是否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自己的过犯。今天就到这里了，多谢各位收听、收看、订阅。